孙子兵法虚实篇第6原文。孙子曰：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，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。故善战者智，人而不智于人，能使敌自；智者利之，也能使敌不得。智者胎之也。故敌亦能劳之，保能击之，安能动之？出其所不知，去其所不意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危乎危乎！至于无形，神乎神乎！至于无声，故能为敌之司命。进而不可御者，冲其虚也；推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负我欲战，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我不欲战，虽化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其所之也。故行人而我无情，则我专而敌分，我战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。则我众而己寡，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欲战者曰矣。吾所欲战之地，不可知不可治，则己所谓者多，己所谓者多，则吾之所战者寡矣。背前则后寡，背后则前寡，故背左则右寡，背右则左寡，无左不背则无左不寡。寡者背人者也众者，使人背击者也。不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日，则可千里而会战；不知战之地，不知战之日，则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后，后不能救前。而况远者数十里，近者数里乎？以吾度之曰：人之兵虽多，一息亦于胜败哉。故曰：胜可为也。敌虽众，可使无动。故测之而知得失之计，坐之而知动心之理，行之而知死生之计，教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不行兵之急，至于无形，无形则身兼不能窥之。智者不能谋，因行而错胜于众，众不能知，人皆知我所以胜之行，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行。故其战胜不复，而应行于无穷。夫兵行向水，水之行必高而趋下，兵之行必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应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故五行无常胜。45常位，日有短长，月有死生。下面为白话解说。虚实篇第6。孙子曰：凡先出战而在敌对易，后出战地而驱战者劳。故善战者智而不智于人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：凡是先到达作战地点，等待敌军的军队，因为准备充足，所以主动安逸；而后到达战地，因为匆忙投入战斗，所以被动劳累。善于作战者能调动敌人，而绝不为敌人所调动，能使敌自；智者利之，也能使敌不得；智者害之也。不敌亦能劳之，伯能击之，安能动之？这句话白话就是能够调动点，使之自动前来。我预想的战地是用利益来引诱，能使敌人不能先我来到战场，是设置障碍，夺方足脚的结果。所以敌人若处军安逸，能使之疲劳；若敌人粮食充足，就能使之匮乏；若敌人安然不动，就能使他不得不行动起来。重点就是怎样控制敌人行动，出其所不趋，去其所不意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护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：通过敌人不设防的地区进军，在敌人预料不到的时间，向敌人预料不到的地点攻击，进军千里而不疲惫。是因为走在敌军无人抵抗或无力抵抗的地区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我进攻就一定会获胜；是因为攻击的是敌人疏无防守的地方，我防守一定稳固；是因为守住了敌人一定会进攻的地方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：所以上无进攻的，能做到使敌方不知道在哪防守，不知道怎样防守；而上无防守的是敌人不知道从哪进攻，不知怎样进攻。微乎微乎，以至于无形；神乎神乎，以至于无声。故能为敌之司命。进而不可御者，冲其虚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：深奥啊，精妙啊，竟然见不到一点行迹；玄妙啊，居然不露出一点消息，所以能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。进攻时敌人无法抵御，那是攻击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；撤退时敌人无法追击，那是行动迅速，敌人无法追上。故我预感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就赢；我不欲战，虽滑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其所之也。
这句话白话就是，所以我却要交战。敌人就算垒高墙挖深沟，也不得不出来与我军交战，是因为我军攻击了他非救不可的要害之处。我军不想与敌军交战，虽然只是在地上划出界限圈做防守，敌人也无法与我军交战，原因是我已设法改变了敌军进攻的方向。故行人而我无形，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时光其也，则我众而敌寡，能以众其寡者，则吾之所欲战者也也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，所以是敌军处无暴露状态，而我军处无硬币状态，这样我军兵力就可以集中，而敌军兵力就不得不分散。如果敌我总兵力相当，我集中兵力以一点，而敌人分散为10处，我就是以10对1，这样在局部战场上救出效众敌寡的态势。在这种态势下，自我军作战以众击瓦，用力少而成功多也。吾所欲战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则敌所为者多，敌所为者多，则吾之所战者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，敌军不知道我军所预定的战场在哪里，就会处处分兵防备，防备的地方越多，能够与我军在特定的地点直接交战的敌军就越少，这样就能形成以众击寡的态势，让胜算提高。故背前则后寡，背后则前寡，故背左则右寡，背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，寡者背人者也，众者使人背己者也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，所以防备前面，则后面兵力不足防备后面，则前面兵力不足防备左方，则右方兵力不足防备右方，则左方兵力不足，所有的地方都防备，则所有的地方都兵力不足。兵力不足全是因为分兵防御，敌人兵力充足是由迫使敌人分兵防御，故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日，则合千里而会战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，所以既与之与敌人交战的地点，又与之交战的时间，即使行军千里，也可以与敌人交战。不知战之地，不知战之日，则左不能救偶，右不能救，则前不能救后，后不能救前。而况远者数十里，近者数里乎？近者说里乎？这句话白话就是，不能预知与敌人交战的地点，又不能预知交战的仓促与敌。右军不能救左军，前军不能救后军，后军不能救前军，何况远的相距10里，近的也有好几里呢。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，亦须于胜百赞。古曰胜可为也，敌虽众可是无动。这句话白话就是以我对吴越两国战争的分析，吴国所做的分析。越国虽然兵多，但对他的胜利又有什么帮助呢？所以胜利是可以创造的，敌人虽然兵多，却可以使敌人无法有效的身家战斗。故测之而知得失之计，做之而知动静之理，行之而知死生之地，教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这句话白话就是通过仔细分析，可以判断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得失；通过挑动敌人，可以了解敌方的活动规律；通过试行，可以弄清地形是否对敌有利；通过试探性进攻，可以探明敌方兵力布置的强弱多寡。故行兵之极，至于无形，无形则身见不能窥，智者不能谋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，所以事情诱敌的方法应用的极其巧妙，一点破绽也没有。到这种境地，即使隐藏在深的间谍，也不能探明我的虚实。智慧高超的敌手也想不出对付我的办法，因行而错胜于众，众不能知，人皆知我。所以胜之行而莫之无，所以制胜之行，故其战胜不复而应行无穷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，根据敌情采取制胜的策略，即使摆在众人面前，众人也理解不了。人们都知道我克敌制胜的方法，却不能知道我是怎样用这些方法制胜的。所以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每次都是不一样的，应聘敌情灵活运用。浮兵行向水，水之行必高而趋向兵，兵之行必实而击虚，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这句话白话就是用兵像水一样，水因环境任意改变形状，水流动时是避开高处流向低处。用兵取胜的关键是避开设防严密、实力强大的敌人而攻击其薄弱环节。水根据地势来决定留下军队，根据敌情来采取制胜的风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为之神。故五行无常胜，四事无常类，日有短长，月有死胜。这句话白话就是，所以用兵作战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，正如流水没有固定的形状和去向，能够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取胜的，就叫做用兵无神。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相生相黑，莫有哪一个常胜，因其态势改变决定胜负。四季春夏秋冬，天地空间时间流转产生不同变化，白天的时间有长有短，月亮有圆也有缺，万物皆处于流变状态。所以用兵作战要向天地运转学习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变化无穷无尽，